接下来关注半岛局势。朝鲜劳动党6月28号至7月1号举行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10次扩大全会，而就在7月1号当天，朝鲜宣称试射可携带超大型弹头的战术弹道导弹。会议结束后的第2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重要军工企业。同一天，韩国时隔6年在军事分界线5公里以内实施实弹射击演练。朝中社称，朝鲜导弹总局1号成功试射火星炮11丙4.5新型战术弹道导弹，该导弹可携带4.5吨级超大型弹头。在这次试射中，该导弹携带重型模拟弹头，验证其在500公里最大射程和90公里最小射程中的飞行稳定性和命中精确度。 최대 사거리 500km와 최소 사거리 90km에 대하여 비행 안전성과 명정 정확성을 확정하는 데 목적을 두고 这是朝鲜首次公开发布可携带超大型弹头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消息。对此，韩国军方再次质疑消息的可靠性。相关发言人表示，朝方导弹的弹头重量从2.5吨的水平越过中间阶段，直接跃升到4.5吨的难度非常大。 6月26号，朝鲜声称成功进行多弹头导弹开发重要试验。当时韩军公开监测影像反驳，指朝鲜明显试射失败，且发射的不可能是多弹头导弹，而很可能是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但该导弹在上行阶段就出现飞行不稳定的现象，之后在空中爆炸。 另据朝中社报道，在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2号随即与党干部一同前往重要工厂企业进行视察，要求推广生产现代化成果。据报道，金正恩前往军工企业视察无人化生产线，并指示有关部门在所有经济单位实现生产工序现代化。 他在了解该企业的一体化生产管理系统后，要求不断提升生产指挥的信息化水平，并在各经济领域分享其成果和经验。他当天还走访了机械厂和医疗器械工厂。朝鲜劳动党6月28号到7月1号举行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10次扩大全会，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并主持会议。 金正恩说，朝鲜今年上半年经济状况相比去年同期出现明显上升势头，重要工业部门顺利完成工作计划。截至目前，全国农业生产状况良好，建设部门接连取得成果，新项目工程进展顺利。金正恩要求大力组织和开展地方经济发展工作，并强调优先调动和增强科技力量，以推进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国家重大项目。 报道还说，金正恩分析总结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出现的一系列偏差与存在的缺点，并要求有力执行下半年经济任务，使今年成为比去年取得更大成果的新变革之年。也就在同一天上午，韩国方面消息称，韩国陆军当天动用 K9自行火炮、轮式自行火炮，在紧邻朝鲜的江原道京畿道地区靶场发射了140多发炮弹。 这是韩国时隔6年，在军事分界线5公里以内的陆军靶场实施实弹射击演练。朝韩双方2018年9月19号达成军事协议，决定停止在靠近军事分界线的地区举行敌对性的各种军事演习。根据协议，韩军一度将火炮后撤到军事分界线以南5公里外的靶场实施射击演练。 韩国政府今年6月初决定终止919军事协议的全部效力，并于6月底在西北岛屿实施了海军陆战队海上实弹射击演练。随后，韩国陆军也在军事分界线5公里以内重新启动实弹射击演练。韩军还计划在军事分界线的东段和西段实施旅级以上部队的野外实兵演习和陆海军协同射击。 모든 훈련장에서 훈련이 이제 정상적으로 진행이 되었고 이걸 통해서 우리 군의 대응 능력과 태세를 더 강화해 나갈 수 있을 거로 생각이 됩니다. 美国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劳埃德·道格特2号发布声明，敦促拜登主动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他是首位正式呼吁拜登放弃连任总统的民主党议员，是否会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仍有待观察。 We must have the strongest possible candidate, and I don't believe that's Joe Biden. We can provide a candidate who is a genuine new alternative to the criminality of Donald Trump.
拜登在首次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的灾难级表现，引发民主党内部恐慌。道格特站出来发声，直接让党内的私下呼吁首次摆到台面上。美联社形容这份声明为爆炸性。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民主党的历史上，并没在最后一刻改变党内候选人的先例。最后一位自愿不再竞选连任的总统是林登·约翰逊。现年77岁的道格特在民主党内资历很深，威望很高。路透社消息指，民主党现有25名众议员准备呼吁拜登弃选。I'm talking to a number of my colleagues in the Congress right now, and I think we need to let the president think about whether he wants to continue moving forward. 一些重要的民主党成员和金主已经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民主党的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就曾考虑，如果拜登决定不参选，自己有可能参加2024年大选。民主党金主之一对冲基金经理惠特尼·蒂尔森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遇到的亿万富翁和最大的捐款者都认为拜登应该退出。目前有关拜登年龄、身体状况和思维敏锐度的忧虑最为突出。当地时间2号，在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拜登是否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提问。Does President Biden, at 81 years old, have Alzheimer's? So no, and I hope you're asking the other guy the same exact question. 目前来说，党内的这样一种对拜登年龄以及他这个认知状况的忧虑是在持续增长的。而且尤其是一个比较值得担忧的就是说，民主党的大金主们也在这个徘徊中，他们也不确定下一步是不是要继续给拜登捐款。所以民主党内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拜登不退选的情况之下，团结本党继续为拜登助选。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们要思考的下一步的这个方向。不过，选前换将的风险是目前民主党高层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前众议院长佩洛西都纷纷公开力挺拜登。希拉里表示，这是在一个关心你与一个只为自己着想的人之间的选择，我会投拜登一票。佩洛西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拜登依然敏锐，他的政绩与特朗普可能拥有的第二个任期截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佩洛西已经84岁。We see Joe Biden up close. We know how attuned he is to the issues. How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8月下旬举行，拜登是否被该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将在这场会议上揭晓。实际上，党内初选面对的只是民主党党员，而非全体选民。从目前情况来看，民主党内没有出现比拜登更强的人选。美国主流媒体和部分民主党党内精英普遍认为，即使选相对较强的密歇根州长惠特默或是加州州长纽森，也未必能赢过特朗普。而且纽森已经在首场电视辩论后表达了自己对现任总统的忠诚。Questions about whether Biden should step down, and some even inside Democratic campaigns. Yeah. Well, I think it's unhelpful, and I think it's unnecessary. We've got to go in and got to keep our heads high. And as I say, we've got to have the back of this president. You don't turn your back because of one performance. 所以现在民主党内确实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就是没有一个人直接拿出来就能够认为他是具有较高胜率的这样一个候选人。各个人其实情况都差不多，都有他的优缺点。对拜登的忧虑情绪已外溢到美国的盟友。《纽约时报》称，在亚洲和欧洲很少有人谈论谁将在大选中获胜，更多的是担忧美国能否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保持稳定。德国国会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勒特根更是直言，德国必须全速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法国分析人士表示，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场辩论令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的可能性变得更大，印证了欧洲人的担忧。韩国峨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里也认为，这场辩论使特朗普第二次执政的可能性更加明显。他预计特朗普会非常强硬地向盟国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特朗普获胜的可能性将持续增大，这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忧的信号，因为各个国家都不希望看到特朗普上台，因为特朗普上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欧洲盟友的各方面的这个索取甚至会导致美欧关系再次破裂。